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，这里旁边是一条河流大宁河。我们经常说白日做梦，天上掉馅饼，这些事情呢，代表着不可能完成，或者不可能实现。那么在重庆这个地方呢，看到这里没有身躯于前，这里的主人呢，真正通过做梦实现了我们说的财富累积，实现了躺着赚钱，真的就叫做梦能够发财。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看一看，是否真的如此。因为非常奇特嘛，可能很多人不相信，很多人也没见过。故事在前方的那栋房子里面，一位老爷爷的故事，就是这位爷爷的故事。这里是收费的，每人10块钱。这个就是人在家中坐，喜从天上来。刚刚跟这位老爷爷聊了一下，他是托梦给他，大概就是说，在2007年冬月18的晚上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当时没注意。第二天晚上呢，他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。由于那个时候啊，家中十分困难，他准备把家搬走。听老爷爷说，他是82年就在这个公路旁边修了这个房子，但是由于这里属于在山区嘛，大山深处，家里呢条件不好，他就准备搬走。当时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对他说啊，就是说他做梦的时候这样说：你困难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把你屋底下的东西挖出来就很好了。他说你屋底下相当于宝贝，你这么困难的话，你的那个转机就到了。那个老爷爷就说啊，谢谢，但是呢不晓得有什么。那位白胡子老头因为经常做梦嘛，都是一个白胡子爷爷这样说的。他说你要挖嘛，挖出来就有宝贝了，你就能看到了。于是这位李的姓老爷爷就听这个白胡子老头的说，他就开始挖。当时呢他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是有什么，但是坚持挖。那挖的时候突然一锄头挖到了一块像铁板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就把它打开。打开的话看到里面像布包裹一块一坨一坨的。梦醒了之后呢，他感觉这是一个好梦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于是呢他就说他和家人商量要在房子底下挖东西，结果呢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。但是这位老爷爷他仍然坚信底下一定有东西，所以呢就一直坚持，也比较固执嘛。最后呢他的儿子呢妥协之后呢，他们全家举债，就是借钱，借了10多万元，排除万险一直挖，从上面挖到底下16米处，终于呢挖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。那洞里面呢涌出了冰凉的阴河水。当时呢他的儿子在出口砌石坎之时，在水里呢听到有鱼在撞他的脚，他就喊爸爸爸爸有鱼。当时这位老爷爷还不太相信，他说你若不信，今晚我们就把网粘在流水的洞门口。果然第二天早上，网里面呢就有密密麻麻的筒子鱼和洋鱼，非常多啊，就像我们说的密密麻麻的鞭炮一样的。从此以后呢，每逢变天的时候，打雷下雨或者涨水，就有大量的鱼来到这个泉眼，最多的一次可以1000多斤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挖了10几米的洞，然后可能打通了地下暗河，就有鱼出来了。这个神奇的故事，神奇的泉眼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么很多人听到了这故事呢，就来这里参观。现在呢，也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点了。那么现在由于呢参观的人太多，每个人收10块钱，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收益是比较多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在家中坐，财富从外面来。从有这个泉眼之后，我们说的日进斗金一样的，每天来参观的人很多嘛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喜从天降，相当于是坐在家里数钱。刚刚听了老爷爷的故事，我们现在呢准备下去看看，从上面到下面大概16米，估计呢他们全家也挖了很长时间。其实这个东西能够发现，也就是老爷爷的坚持，因为一般人呢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但是呢他相信了，
坚持成功了，很有意思啊！神奇的鱼泉，我们说经常说泉眼嘛，它这里是泉眼里面有鱼，所以叫鱼泉。哇，走到这里发现啊，这下面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很多鱼了，密密麻麻的鱼。近距离看一下，照一下看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，非常多啊！我们现在还没到泉眼的位置呢，就已经有这么多了。哇塞，这个鱼太多太多了，数都数不清啊！这里面有，那边也有，仔细看看。出鱼口，它可能就是鱼从这个地方来的，相当于这个地方连接的就是地下暗河，这边呢属于一个地下暗河支流的出口。各种鱼啊，下面水下看一下这个鱼，我们在水里面看一下，大家见过没有？很多人会有疑问，说这里面的鱼可能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放进来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信，因为这个鱼的数量太多了，估计呢还是从地下暗河里面这个钻进来的，游过来的。我本来想弄2只鱼在手上玩一玩，但是由于它这个鱼啊，相当于在水下大概1尺到2尺，所以抓不到。如果抓得到的话，可以托在手上看一看。但这里的玩水是挺好玩的，这个水很冰。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水，但是现在玩水的程度很少了，因为现在相当于怕水嘛。这鱼呢有大有小，但是基本上是统质鱼，都是大概10公分左右，其实很小。大鱼的话基本没有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，神奇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个神奇的鱼泉我们就看完了。老爷爷说是他做梦，然后挖出来发现这个地方。那么其实呢，相当于讲的话，这个鱼泉的位置正属于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地下暗河的一个环境，相当于是一个缺口，因为旁边是一条河流，然后这附近呢都是崇山峻岭，很多大山。一般有大山的地方啊，就有地下暗河，像我们在湖北恩施也看到了。所以呢，它挖出来刚好就在地下暗河的旁边，所以呢，水流呢就进来了，那鱼也跟着进来了。那这种鱼呢，它刚好又适应了喀斯特暗河里面的环境。大家看《鬼吹灯》或《盗墓笔记》，那些经常有地下暗河，河里面有鱼，那刚好呢就碰巧，种种巧合就变成必然了。刚好呢，这爷爷把鱼泉的出口挖开了，形成了水和鱼的一个通道。随着天气的变化，或多或少的鱼呢，就从这个泉眼里面出来了。这个是不是很神奇？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。任何东西啊，包括这个鱼泉，也是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的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说仅仅靠做梦就形成了。